要煎出外层金黄酥脆、内层多汁软嫩的牛排，到底要多久翻面一次？听听大厨们怎么说。Gordon Ramsay turning every minute so you got that nice even colour. And if you're turning your steaks every minute, it starts to cook evenly. 牛排教父邓有奎说：“有那个肉放下去，尽量不要动，让它上色，有出香味。你一动它做不出香味出来。”名厨 Heston 则说 Every 15 to 20 seconds you flip. Before it gets too hot, you flip. So you're kind of pulsing heat through it. 所以牛排翻面，我到底该听哪一位大师的？煎牛排是不是还是要有一点点学问呢？欢迎大家收看，我是 Jeremy， 我是 Alex。今天我们就来煎牛排。你今天买了3.5公分的厚片牛排，就煎给大家看，看这些大师们到底谁对。大家从大卖场买牛排回来，如果这1-2天吃完，冷藏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买回来没有这么快吃，那应该好好用保鲜膜和保鲜袋来包冷冻，这是最好的方式。冷冻牛排需不需要先解冻再烤呢？之前我们讨论过冷冻牛排如何做，来看看右上角，这里告诉你不用解冻也可以做出好牛排。And let it rest to get up to room temperature for at least 10 minutes before you cook it. Steaks in the fridge and allow them to come up to just slightly warmer temperature. 网上有很多影片跟文章都教大家冷藏牛排，煎之前要先放室温一段时间，差不多20分钟左右再煎。我们抱持一点怀疑的态度，当我们今天把冷藏牛排从冰箱拿出来，20分钟之后，从本来的5度上升了8度，所以上升了3度。40分钟后呢，从5度升到12度，也就是上升了7度。一直我们看到80分钟之后，才上升到17度。当我们这次把冷藏牛排跟退回室温的牛排一起煎的时候，发现如果想吃3分熟或5分熟，其实真的不用拿出来退回室温，反而比较可以煎出漂亮的3到5分熟。因为室温的牛排，我们觉得很容易煎过熟，除非你技巧要很高，才可以煎得出来。煎牛排用什么锅呢？基本上锅子的厚度是越厚越好。我们比较喜欢用铸铁锅，因为铸铁锅比较厚，保热力也比较好，也不会太贵，最适合来煎牛排。另外铁锅也不错，加热冷却都很快，也非常适合。但如果想要不锈钢锅呢，还是要选厚一点比较好，因为不锈钢锅煎完之后会花很多时间在清洁上。至于不粘锅，不粘锅底部有涂料，不但上色效果极差，而且高温下容易坏，非常不太建议。另外，牛排想要煎到金黄酥脆，最重要是锅子要很热很热，所以热锅很重要。锅子的温度要够热，接近冒烟的状态，滴入少量水会结出水柱，锅面跳动，这样一下锅就可以煎出梅纳反应。我们就是喜欢梅纳反应。什么时候抹盐？我们都习惯下锅前5分钟内才抹盐。如果你真的想要事先盐渍，至少要等2个小时之后才能煎。肉一接触到盐，马上就会开始出水，需要花2个小时才能透过渗透作用再被肉吸收回去。牛排一定要先擦干，湿牛排难产生梅纳反应。越好的牛排越不需要先盐渍。较瘦的牛肉可以盐渍过夜，也可以加大蒜或洋葱粉增添风味。不想肉吃起来像橡皮，就不要盐渍超过24小时。我们不是在腌肉过冬啊。煎前到底要不要先放胡椒？几百年都是煎前先放，都是主厨 Heston 惹的祸。Next, season your steak with table salt, but not pepper. This pan is so hot the pepper would scorch. Save that to the end. 说先加胡椒会烧焦有苦味，从此网上争吵不休。但看他之前的影片，煎前也有放啊。Steaks with salt and pepper. 其实要看煎的时间，像疏肥之后只煎1-2分钟，事先放 OK。但像今天牛排煎8到10分钟，的确会烧焦。但胡椒内有一些脂溶性的风味颗粒，稍煎一下更香。我都在加奶油前加入现磨胡椒，可煎出香气，但也不会烧焦。煎牛排因为要高温，所以要用烟点高的油，例如酪梨油、米糠油，还有一般的橄榄油，其实都可以。如果你想要用高级的冷压初榨橄榄油，那就免了吧，
因为这些冷压初榨橄榄油的烟点很低，大约160度左右。比较适合凉拌啊、沾面包，其实都可以，但非常不适合这些煎牛排的高温烹调。如果你要用奶油，它的烟点只有175度，好像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因为煎牛排要高温，所以拿类似这些烟点比较低的油，可能会产生一些有毒的化学物质，也可能会留下一些不好的味道在你的牛排上。所以我们就建议避免啦。尤其大家想要煎个牛排，不想把家里搞得都是乌烟瘴气吧。煎牛排技巧，赫斯顿喜欢把牛排放在冰箱里冷藏2到3天，说有类似干熟成的效果。 Set over a tray and leave it in the fridge for 2 days. The air will circulate around the steak and it'll start to dry it out, which will concentrate the flavour and start to tenderize the meat. 结果被科学研究打脸说根本没什么帮助。锅子要预热多久到多热，根据锅子的材料、厚度、时间都会有点不一样。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把手放在锅子的上面，觉得烫手不能久放就够热了。铸铁锅、铁锅、不锈钢都可以先热锅，让锅子毛细孔张开，这时再放油，就能渗入细缝中，就不会粘锅。不粘锅则要先放油 ，Teflon 导热力差，容易烧坏。油放1到2大匙就好。牛排油花越多，可以放越少油。若学主厨用肉板油 suet 来煎牛排，烟点只有200度C， 锅子不宜太热。记得牛排要往外放 ，put it down away from you， 不然烫到手别怪我。下锅后到底多久可以移动或翻面呢？数十年来都说不能移动，不然煎不上色。新派的手法是说每15到30秒就可以移动，两派吵翻了。科学其实是站在新派的这边，不时移动，熟度才能均匀，温度稍微降低，但也不会影响上色。但是差别真的不大。这么多年，我们用旧法煎出牛排，不都很好吃吗？所以别吵了。美纳反应从140度左右就会开始，温度越高，反应越快。230到250度，不多不少是 sweet spot， 我都尽量保持在250左右。铸铁锅保热力强。开始煎2分钟后就可以降低火力，煎了6分钟左右，牛排脆壳就差不多了。这时才放新鲜胡椒、新鲜香料、大蒜、奶油，火也再转小些。不时用汤匙帮牛排冲澡，能增添风味，感觉也很专业。讲到如何煎出牛排想要的熟度，可能很多人都听过用单手虎口来触碰来比较，3分熟、5分熟、7分熟或全熟，或者是用触碰脸颊不同的部位来比较。 So we've got rare, medium, well done is just there. Is that nice and rare? Yeah. Yeah. That is a rare steak. 觉得触碰这些虎口跟脸颊就可以轻易分辨出什么是3分熟、5分熟、7分熟或全熟。我们真的很怀疑。3分熟跟5分熟的牛排差不多，2个温度差5度左右。如果你真的可以明确用触碰虎口、脸颊来分辨出的话，我觉得你真的很有天分，有资格参加这些厨神当道或地狱厨房的节目了。Opposite the palm, at the top. Medium is there, and well done is at the top of your wrist. 因为牛排也不是水球，针插一下，肉汁真的会流失一些些。但这些微细的差别，我们真的觉得一般人应该感觉不太出来。所以说呢，如果你不是牛排教父等级的人，而又喜欢吃牛排的话，还是买支温度针比较实际吧。如果你又想煎给朋友吃，表现自己专业的一面，把熟度掌控得刚刚好，这支温度计真的可以带给你非常多的方便。另外，你朋友想吃你牛排的话，我想他应该也不会特别希望你去碰他的肉来测试他的熟度吧。Good man. So touch it. 我爬了一下文，结果发现网上对牛排的熟度竟然没有统一的标准。没有统一的标准。3分熟不就这样，5分熟或7分熟，好几个不同的来源，它们的范围都不一样，相差有7到8度左右。如果熟度差个2、3度的话，应该差别就很大了吧？对啊，我的标准是牛排中心温度达到53度是3分熟，57度是5分熟，然后61度是7分。然后别闹了，没有所谓4分、6分、8分熟的东东的。所以3分熟要煎到中心温度53度吗？错，如果要3分熟，中心达到41度就要取出。我们的牛排有3.5公分厚，实测取出后，中心会继续上升12度左右。所以如果要3分熟，中心达到41度就要取出
5分熟45度就要取出。这个现象叫做 carry over heat 介转热量。那为什么大家都说介转热量的温差只有3到5度呢？那是指用烤箱烤或是煎较薄的牛排，介转热量导致的温差较低。我们都听过牛排煎完后不能马上切，要先静置5到8分钟。牛排越厚，静置时间也要越长。煎牛排时，肉汁会被高温逼到中心，没有静置，一切开，红色肉汁会到处流，这也是多人怕的血水。静置后，肉汁从中心回流到外围，即使3分熟切开也不会有血水。但红色肉汁其实不是血，而是肌肉细胞里面的血红素 hemoglobin。静置时放在铁架上，用铝箔纸搭个小帐篷吧，可以防止外部冷空气进入，降低牛排温度。或者像东京大饭店里包个毛巾按摩一下也 OK。今天就是我们煎牛排的经验，这些大小事给大家分享。不敢说全部都是对的，但是也是经过多次的尝试跟爬文的结果。但是最重要的是要吃得开心，然后跟你心爱的人一起分享。对，也欢迎大家分享你们煎牛排的经验，告诉我们你有什么独门绝招。那我们下次见喽 ，Cheers，拜拜。